Soft case， 这是 PS Vita 的那个外界的 controller 的那个 case， 这个就是它的 hard case。现在我们就来看 PS Vita 的主体啦，好兴奋哦！哇哦！ PS Vita 主体，哇，好酷哦！看看里面有什么配件：充电器、数据线、充电线，还有什么？还有2个说明书。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来看看这一个东西，期待好久的，多年再次开箱，还是很兴奋哦！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秉权 L。这一期我会来讲的就是索尼的 PS Vita。 距离索尼的 PS Vita 发布到现在已经有11年左右的时光了，可是今天我能开箱它，能拥有它，还是会觉得有点兴奋。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装了我满满的童年。Nice。那么什么是 PS Vita 呢？我相信80后、90后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吧，但是就不确定00后或者10后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这款产品，所以就来简单的说明一下。PS Vita 是索尼生产的一款游戏掌机，在2011年的12月，由当年索尼首席执行官的平井一夫发布的一款产品，所以这游戏掌机距离现在都11年了咯，摆在现在还是蛮受大家喜欢和欢迎，可见得索尼的技术还有实力是多么的硬，还有超前的。PS Vita 到了2022年的今天，到底还值不值得去购买呢？那么我就分2个部分来讲，也就是硬件还有软件。首先我就先来讲看看它的硬件。PS Vita 的硬件配置、性能还有表现到今天为止，除了功能少了些，基本上 PS Vita 可以说是不输于大部分的高端旗舰手机。无论是运行过往的大制作经典 3D 游戏，又或者红白机的经典老游戏，都几乎是完美呈现的。5寸前后 Touchscreen。 对，你没有听错 ，PS Vita 的背面也是有触摸感应的，而前面就是 OLED 触摸屏幕、WiFi 功能、蓝牙功能、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双扬声器等等，可以说是基本现在日常会用到的功能都存在在这一架机子上面。再想想看，这可是11年前的电子产品哦，所以你觉得强不强呢 ？Oh my god！ 再来就是 PS Vita 还可以和 PS3、PS4 做结合，无论是当做 Remote Play 或者投屏都是可以轻松使用的哦。而 PS Vita 的软件方面呢，操作界面设计非常简单明了、亲切而时尚。多媒体方面，包括 MP3、MP4 都是能够完美运行的。还有索尼官方的 PSM， 也就是 PlayStation Network， 它让游戏掌机玩家能够在线上与世界各地的不同玩家一起交流和互动。只可惜的是 ，PSP 官方的软件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了的。 因为索尼的官网早已停止对 PS Vita 的系统还有软件更新还有维护的，但好处就是多了稳定的破解版本系统。所以要感谢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黑客，一次又一次的破解了 PS Vita， 这才让 PS Vita 的生命和价值再次被更多的玩家们发掘出来。当然，索尼在当时防止破解方面也是对 PS Vita 做出了安全防护的。 要完全破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破解的系统发展到如今也有好几个版本了。即使同一个版本的话，破解的手法也会因为不同的人而会有不一样的操作。而我手上目前拥有的这款是走着 Henkaku 3.65 系统的，
可以说是目前比较流行、稳定、游戏资源也比较齐全的一个版本吧。当然，今天我不是教大家怎么去找合适的破解系统，也不是教你们怎么去安装还有破解的。不过，我相信目前市场上能够买到的 PS Vita 应该都早已经破解了的。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到游戏专卖店去咨询，因为他们应该都是有提供这一类服务的。我这一期主要分享的是 PS Vita 到今天还有什么价值，还值不值得让你去购买，还值不值得让你去体验等等。讲到底，无论是怎么破解，又或者什么版本的破解都好，破解的目的无非就是免费玩 PS Vita 的游戏。所以破解后的 PS Vita 不只能免费下载任何 PS Vita 的游戏，而且还能玩上10多种的游戏模拟器的游戏，比如 PSP、PS1、NES、Game Boy Color、Game Boy Advance、Neo Geo、红白机、Sega 等等。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懂什么是游戏模拟器嘞？我就再顺便简单的解释一下啦。游戏模拟器就是一个程序或者软件，让你在只有一架机器的情况下，却能玩到其他机器的游戏。比如说，你今天有个 PS Vita， 但是你想玩 PS1 的游戏，可是又不想买 PS1， 或者买不到 PS1， 那么你只要安装 PS1 的模拟器在 PS Vita 上面，就能够体验和享受到 PS1 的游戏了。OK。好，现在我就来示范一下 PS Vita 的游戏真实表现和操作。首先，先调整一下我的亮度还有声音先。亮度都是最低 ，OK， 这个是一般我都是在室内使用的，所以这个亮度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亮了的。声音的话，我一般都是用在1/4的音量上面，但是为了影片，我会调到80%的音量。OK， 这个就是方便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哦。但是我只会示范几款游戏啦，毕竟里面总共有差不多6000款的游戏。要一个一个示范的话，可能示范到明年都示范不完了咯。Oh my god! Wow! 童年最好的回忆。但是在 PS Vita 这里破解了的后，它还是能加入 Chip Code 的哦。只要按着 Select Button 就能够启动了。现在就进入 Chip Code 的系统了。我就把防弹衣、生命都调成无限。手枪全部都无限。OK， 现在手枪啊、子弹啊、生命都是无限的。小时候爸爸都是禁止我玩这一款游戏，主要是因为它太过暴力了。但是我相信现在会玩的人应该都是成年人了咯，对不对？
さあショータイムだ。クライマックスヒーローズ。ヒーローズモードだ。コンビートと対戦するモッド。キャラクターにするんだ。行くよレディー。ステージを選んで。僕たちは2人で1人の仮面ライダーだ。俺たちの強さはカウントゼロからが本番だ。ラウンド1ファイト。そうだ。まだだ。そうだ。クライマックスタイム。まだだ。マキシマムドライブサイクロンメーター。そうだ。まだだ。まだだ。KO。
Kratos cast himself from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all of Greece. After 10 years of suffering, 10 years of endless nightmares, it would finally come to an end. Death would be his escape. Dare you! Burst and combine! You weren't as good as you said you were.游戏模拟器其实在今时今日是已经有很多选择了的，比如安卓手机、开源掌机、电脑 PC 等等，都是能够去运行这些游戏模拟器的。但是你问我的话，我还是会推荐 PS Vita， 为什么呢？就因为 PS Vita 的硬件还有软件是非常厉害的。游戏模拟器主要讲究的除了 processor 和显卡之外，再来就是 controller 的适配度。PS Vita 作为一个专业游戏掌机，不管是游戏画面，还有游戏的呈现，又或者 controller 的适配，要拿它来运行大部分的游戏模拟器，可以说是最适合不过了的。现在的智能手机虽然强大，但是逃不过的缺点就是发热的问题。PS Vita 我连续玩上3到4个小时都不会出现比手机那样热的情况。再来就是目前破解后的 PS Vita 的游戏商店，又叫做 Black Market， 是非常方便的。里面除了游戏资源多，再来就是随时下载、随时删除，完全不需要花你1分钱就能够体验到 PS Vita、PSP、PS1、Sega、Capcom 等等的经典游戏作品。那么到了最后，我只想说，在这网络发达的时代，游戏资源丰富的时代， PS Vita 依然会是你闲暇时间里和经典游戏著作交流的一个好工具。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里、10年里，
PS Vita 一样还是会保有它的价值的，即使当做一种爱好、一种体验、一个艺术品、一个收藏品，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结束之前，别忘了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因为好的主播、好的分享就需要你们来欣赏。OK， 拜。Do it on my own, yeah. Wake up, early mornings, late nights, hopping on a different flight.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ayy? Wake up, same-ish, different day. Make a wish, call it pray. Am I sick, am I okay, ayy?